很多人问我说，莎莎，你已经在台湾烧过一次了，为什么还要在韩国再烧一次呢？难道你不担心手术失败吗？说实话，我怕死了。2次手术比初次手术的风险更高，难度更高。我的手术被很多院长拒接，在韩国烧骨医生也是有分别接手完全没做过和接手别人烂摊子的重修案例哦。我正好是后者，必须要有10几年以上的临床经验才敢接我的手术。还有我很多顾客比我勇敢。他们有勇气不断手术精修，我很担心，一直迟不做决定，我未来会后悔年轻时没有做手术，又或者我已经动刀，却还是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여러분 안녕，我是 Lisa VIP 的莎莎，我负责把关，你负责变美。正因为我经历过失败的焦虑、修复的痛苦，我比谁都懂你们在怕什么。今天这集不只讲副作用，我会公开我为什么要选这位医生，术前要做什么准备呢？以及韩国院长到底给我什么建议呢？准备好笔记了吗？바로 시작합니다。你知道吗？莎莎为了让你们无脑来韩国做医美，正式搬来韩国啦！提供医疗观光一条龙的服务，我要让大家知道你有多好看。如果有任何医美问题，欢迎私讯我们哟。为什么我选这间医院呢？在韩国整形医院比便利商店还多，光是医疗机构就有1000多家医美诊所。我为什么选这一家呢？第一，安全是底线。我选的这间医院是韩国20年来零意外的医院哦。麻醉科院长全都是韩国医学院麻醉专科出身的麻醉科院长，还会全程监控查看你的状况。注意哦，是全程，不是打麻醉就跑掉了，跑去顾其他病患的那种。这是我对于生命的坚持。当然啦，如果体检没通过的话，这家医院绝对不会让你上手术台的。他们真的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绝不短视近利。在国外手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了。第二 ，CCTV 手术监控，我要确保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一刻帮我动刀的就是我咨询的那位院长，绝对不能有幽灵医生换手的风险。所以呢，有 CCTV 在我就可以完全放心的交给我的院长啦。韩国技术真的有差吗？很多人问我说，明明台湾语言就通，为什么一定要飞韩国呢？关键就在于2个词：经验跟美感。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大数据。在韩国江南小骨专科的院长，一天就是3到5台，1个月练5次，跟一天练5次，那个技术精密度是完全没办法比较的。就像拔牙一样，你宁愿找一位经验丰富、10分钟就利落解决的医生呢，还是找一位要把1个小时让你受罪的医生呢？我的削骨手术，这位院长只做了3.5个小时就精准完成。既然能选经验值最高的首席院长，我为什么要冒险交给还在累积经验的医生呢？再来是审美，韩国医生的美感真的领先太多了。他们拒绝死板的一刀切，因为呢会让脸看起来更长更假。他们追求的是自然的流角，保留一点点的棱角，再精雕成圆弧度，这才是高级的自然感哦。我自己第一次在台湾做完，因为一刀切加上没处理的下巴长度，只有单纯把方形的下巴磨成圆圆的下巴，反而显得脸更长。现在韩国的削骨技术是公认的全世界第1名。我在这里看到来自全世界的外国人也亲自带过无数满意的顾客给这位院长做，是因为我看过太多顾客成功的案例了，所以我比谁更有信心把我自己的脸交给他。如今我也鼓起勇气做到了，这真是我做过最勇敢、最正确的决定了。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位手术的院长呢？讲到这个，真的太多可以讲了，都可以以他为专题再讲了。坦白说因为我已经做过1次削骨了，我不像年轻时那么冲动。这一次我变得非常谨慎，谨慎到我整整观察了这位院长2年，不是看网络上的那种修图照，而是我在韩国现场亲眼见证了无数个活生生的人经过他的双手脱胎换骨，那种真实的震撼感才是我最大的底气。
来到韩国精英医美之后，我更有感触了。这里的顶尖医生给我的感觉不是压迫感和商业感，而是又专业又诚实，这跟我自己的经验理念非常像哦。我只推荐合适的，不合适的我会劝退。诚实才能让关系走得更长久哦。还有尹院长最让我佩服的是，他是一位会拒绝客人的医生哦。很多名医咨询时3分钟就打发你，或者为了赚钱，你想消哪我就配合你。但尹院长呢，看着我的3D CT， 非常有耐心的打枪我的想法。他不是一昧的叫我切骨头，而是精准分析，告诉我哪里没空间，哪里不需要做。这种不为了赚钱而乱推销的医生，这才是我敢把脸交给他的关键。论技术他真的没话说，他是韩国公认的18大脸骨高手之一哦，还有出书，更是前大学医院教授和国军首都医院的整形院长。大家知道这代表什么吗？意味着他处理过无数高难度的外伤重建，对于颜面神经和血管的构造，他比谁都还要清楚。而且韩国人最怕整成江南姐妹的塑胶脸，但尹院长的专利技术 Slice of 黄金比例分割法，强调的是换头节的改变，保留妈生感的细节，会根据每个人的脸型比例计算出童颜、瓜子、V 脸或自然妈生脸的黄金分割点。这还是在韩国有商标认证的哦。尹院长正是这项技术的推广者之一。最让我惊艳的是他著名的军医风格，快、狠、准。可以在术中剥离，组织非常干净，出血量极少。像我术后隔天就拔引流管了。回想起我在台湾第一次做削骨的时候，插着管子，痛苦了好几天。这技术落差真的差非常多，所以呢，这次的勇敢的决定让我觉得非常值得。那我们的院长呢，建议的手术方式是什么呢？我的原生脸蛋完全是遗传到爸爸的方形脸，骨骼感很重，棱角分明，这是我年轻时最大的容貌焦虑。所以在台湾做第一次削骨时，当时的医生建议我把下颚角切除，下巴从方形变成圆形，颧骨也只是用磨骨的方式处理。术后呢，我确实获得一张没有棱角、线条很顺的脸。但问题来了，我的脸型比例反而因为支撑脸型的下颚角消失了，我的视觉重心整个往下移，让我的下巴看起来异常的长，这也是我这次决定要修复的主因。基本上我去的每一间医院咨询，所有的医生第一眼都指出我的下巴真的太长了。针对这个比例失衡的问题，尹院长呢为我量身打造了一套加减法的并行方案。我们可以搭配图解来说明这3个关键步骤。第一，解决长下巴 T 字截骨手术。手术的逻辑就是想象在下巴的骨头切一个 T 字形，抽掉中间多余的骨头，然后把两边的骨头往中间并拢，然后再往上提。这样做呢，有2个好处是：第一，下巴直接变短，解决长脸；第二，下巴会变窄，会变成精致的 V 尖脸哦。第二，解决宽脸，3D 颧骨内推。第一次呢手术我只做了磨骨，但那个只能让骨头变薄，不能真的改变宽度，所以呢这次院长做了真正的颧骨内推，将颧骨截断后向内推入5毫米。左右呢总共10毫米，再进行坚硬的钛钉固定，这1毫米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正面脸型的立体度，脸瞬间小了1圈。下巴 T 字截骨手术之后，我们还有一件事要解决的，就是下颚线长曲线切除，这是最考验美感的一步。虽然呢我第一次手术已经切掉了下颚角了，但因为这次的下巴做了 T 字截骨往上缩短了，新的下巴呢位置跟旧的下颚线之间呢会产生一个不平衡的阶梯落差。所以院长必须沿着下巴到耳下精修切除多余的下颚骨，这不是为了切角，而是为了顺修，让侧面线条呈现完美的流畅弧度。所以呢，院长在手术的当下，直接在颧骨的部位帮我做了埋线拉提，同时在术后的恢复期，引导皮肤贴的骨头逐渐愈合。然后另外为了让这次的削骨手术有更好的效果，我还加做了一个我很在意的项目，就是天鹅颈手术。双下巴抽直加扩颈肌缝合，这能让我的下颚线条收紧，侧脸不再只有骨相的美，连皮肉都是紧致的。这部分呢虽然风险很低，但极度考验医生的美感跟缝合技术。之后呢，我会再专拍1支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神奇的手术。